每天30分钟带你看遍新闻真假。大家好，我是 Neil， 欢迎大家来到真朋友杂谈第135期。这是一档新闻事实检查的栏目，欢迎大家订阅。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第一条啊，我们的真朋友 APP 啊 Very Real App 的这个投稿和事实查证啊，这个宗馥莉判决的媒体与业界软信息汇总啊，这截止是8月4号啊。那么我们来看新浪财经呢，发布了一个这个宗庆后家族的信托案中18亿美元从何而来啊，发布了这么一篇应该讲是重量级的这个新闻稿啊。为什么说它重量级呢？因为它援引了汇丰的前客户经理的这个发言啊，说2015到2023年间，娃哈哈海外经销商的这个货款啊分批汇入了该账户，总额大约21.3亿美元。但是呢，其中3.3亿呢已经用于境外的税费与代工厂的预付款，这验证了所谓的这个经营积累资金的属性啊，也就解释了这个信托账户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强化了没有注入信托的这么一个理论啊。那这是一个重磅的爆料啊，这个因为之前大家都在猜测这个钱到底是什么境内非法汇出境呢？因为宗庆后的那个手写指示啊，里面说的是如果是人民币啊，请换成美元。于是就引发了很多什么非法换汇啊，对吧？钱什么地下钱庄出境啊，等等民间的想象啊。现在这个汇丰的这个前客户经理呢，就终于啊这个秘密爆料了啊，说这个其实都是娃哈哈海外经销商啊他的货款。啊，就是说海外经营的收入，这里面呢倒确实找不出什么不合规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海外的收入嘛，那它汇到一个这个香港也是属于境外嘛，对吧？这个中国境外的这个账户，那也是合理的，对吧？但是呢，这个钱呢确实是经营收入，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仅是海外的经销商的这个汇入账户的货款达到了21.3亿美元。哎，你看本来就够21亿了，对吧？但是呢，其中3.3亿呢是已经花掉了，而且是用于经营性的支出的啊，比如说税费啊、代工厂预付款等等啊，所以呢，这个信托的这个资金来源啊，算是天下这个真相大白了啊。然后呢，这个时代财经啊、时代周刊啊、时代周报等等后续的稿件呢，披露了19年3月委托书的英文的这个引用件啊，但其实啊都还是那些内容啊，它只是给你看看原件。然后确认了3份信托草案呢，至今没有盖章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信托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信托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契据啊，就是这个契约的这个字据是没有被盖章的啊。其实我们前面节目也说了，就是宗馥莉一直拒绝盖章啊。然后呢，引述这个新加坡的离岸律师的说法，说单董事加未交付财产啊，那信托恐怕会被击穿。补充了草案未签这个。就草案没有签字啊，然后没有注资啊，这么一个很充分的证据。那利好的实际是原告的立场啊。那么雅虎财经的香港版呢，港媒呢首次用了这个141亿港元被冻结为标题啊，对公众解释了这个 Interim Mareva 啊，这个马雷瓦禁令以及 Contempt， 就是这个藐视法庭啊，这个有什么区别？啊，然后呢，新浪的这个首战失利速览啊，列出了裁定书的5条硬命令，并强调如果不披露可以限制董事资格啊，这都是旧闻啊。那么今天来说呢，这个杭州的国资专班啊，口头确认说已经查看了裁定的全文，将于1周内召开与财务中心啊工会代表的这个座谈会，重点讨论停产补偿的这个资金来源啊，这个没有书面发文啊。国资呢关注的是美元锁死以后对现金流的压力。那员工的维权呢，就是汇总为这个被锁美元不等于补偿金啊，然后辟谣了啊。然后汇丰的私人银行这个对财经记者回复，冻结令已经执行啊，这是重要的一个更新啊。这个汇丰银行已经执行了法院的冻结令，账户呢进入了到一个叫 Court Controlled Mode， 就是法庭控制模式啊。客户如需支付律师费，需递交法庭的申请，确认了实务层面的锁定，增加了宗馥莉的支付和诉讼的成本难度啊。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啊，看看他会不会披露啊？这宗馥莉能不能是硬扛到8月15号呢，还是提前交账啊？然后呢，8月6号到8号呢，杭州的中院或司法鉴定中心啊可能会开始 DNA 的采样。那原告可以凭这个马雷瓦禁令啊申请境内的资产保全，如果保全获批，娃哈哈境内的资产也将被锁一部分。宗馥莉是压力山大啊，增加了和解的压力。好的啊，那我们这个宗家的这瓜呀吃了20多期啊，就吃到这儿啊。接下来呢啊，我们本着这个吃瓜不完整，就是没有完整吃瓜，对吧？吃瓜不绝对，就绝对不吃瓜这么一个精神啊。我们来看一下5大图书馆杨景元、肖明涛事件的完整吃瓜梳理。首先我们来看第1节啊，这是事件的背景，5大图书馆的离奇一幕
2023年的盛夏7月份，武汉大学图书馆出了一件离奇的怪事儿。一名武大女研究生杨景元在自习时发现对面坐着的男生肖明涛举止怪异说这哥们儿一直在桌子底下揉搓自己大腿根部好像在隔空对他性骚扰。那杨景元就警觉起来，说不会吧，大庭广众之下当众自卫吗？他开启了吃瓜群众的取证模式手机放低偷偷录像，从晚上6点多一直拍到7点多前后录了5段总共接近5分钟。那这个里面肖明涛上半身端坐桌前，但左手却时不时伸到裤裆附近小幅度摩擦那里。那后来的统计呢，这一段视频它分别摩擦的这个长度是75秒、13秒、10秒、32秒等等那么其余时间手还是放回桌面。那杨景元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视频录了个爽然后这个气也越积越大。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要求当场写道歉信了图书馆对峙的这个情节。然后呢，这个视频录完以后晚上8点20分左右，杨景元忍无可忍，起身直接跟这个肖明涛开始当面对质。那据杨景元后来描述他质问肖明涛到底在干嘛。那肖明涛这个吓懵了支支吾吾承认事情的经过。那杨景元当时要求他手写一封道歉信肖明涛慌了，就为了消灾就息事宁人，赶紧照做纸上写了道歉。结果呢，他可能没搞清楚状况，写的是拍了姐姐。杨景元大火说你没拍我，你为什么写拍我了？做得出来为什么不敢写？原来肖明涛一开始以为他指控的是偷拍，后来他发现女方说的另外一回事，就赶紧改词儿。杨景元不吃这一套他当场就检查了肖明涛的手机，确认他确实没有偷拍自己这是一个重要的情节其实没有任何偷拍的证据然后呢，逼问说不要写的文绉绉的，具体做了什么事情要写。那么在这个杨景元的高压追问下，肖明涛只好在信里含糊写上做了下流的事之类，仍然是很含糊的话那据说那封道歉信删删改改，有不少涂抹的痕迹，但是最后呢还是交到了杨景元手上。写完信呢，小伙子不停的央求视频能不能删了，咱们这个私下解决。但是女生表示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录音里男生声音发抖，说自己大一的，万一他们处分我什么条件都接受就明显处于一个言语的弱势状态。那么杨景元呢看到道歉信里那句这个侵犯隐私权不满意让他具体写错在哪，男生只得低头，我重新写吧。那第二段这个录音的场面更加揪心肖明涛语无伦次说，我知道我犯了错，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我妈一辈子心血都在我这儿，还表示愿意经济赔偿。但是杨景元拒绝收钱说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还放话说还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次，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那整个对峙的过程中呢，双方其实都没有直接说出错了什么，但是男生那边呢明显是比较怂然后一直在求饶认错。网友看录音分析，认为肖明涛这是默认自己性骚扰了，不然怎么会这么配合写道歉信呢？但也有人替他这个喊冤说这个男生老实胆小，被护住了才稀里糊涂的写了那些话。总之，这样图书馆奇遇记在一场这个道歉信当中暂时告一段落。下一个环节校方介入，那私下招设未果，上网曝光，引爆了舆论。那拿到了这个道歉信以后呢，杨景元也没有善罢甘休那当天夜里呢，他就联系了肖明涛所在院系的辅导员，向学校举报他涉嫌性骚扰同时他还要求学校取消肖明涛的一切评优资格和保研资格直升本校研究生的这个推免资格都要取消，让他付出代价那7月13号，这个杨景元甚至亲自找到肖明涛的辅导员，再次追问处理结果，要求肖明涛写更正式的道歉，并设全程交涉的全程他都录了音。那校方这边就开始调查了。据后来透露，他们调取了当天图书馆监控视频。10月7号，学院方面看了监控后认为无法证明存在性骚扰，监控里只看到2人各做各的，全程没交流，身体也没接触那辅导员和肖明涛家长据此提出要不要私下解决，毕竟证据是存疑的。那10月7号到10号这几天呢，校方和肖家多次都试图大事化小，但是杨景元坚决不干。他觉得校方一直拖着不处理，因为对方家里有权有势自己一个外地女生恐怕没有办法等来公正因为肖明涛好像是本地的，是武汉人。于是呢，杨景元决定放大招既然校内渠道走不通，那就网络曝光。那10月11号这一天呢，杨景元用网名景荣尹斌在微信公众号发了一篇长文题目就叫关于我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受到性骚扰这件事儿。文章呢用第一人称讲述了他在7月11号自习时如何遭到对面男生隔着裤子不停摩擦下体，如何拍下证据，当场对质并拿到道歉信，又详述了此后3个月和校方斗智斗勇这个反映情况迟迟等不到处理结果的这个过程。那他在文中直指对方家里不差钱，在武汉本地有权有势，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那言下之意呢，他怀疑萧家在校方那边有背景，所以学校呢想和稀泥啊。那这篇长文一发出啊，立马在社交媒体上炸锅了。那很多网友被杨景元自述的这个场景惊到了啊。那图书馆性骚扰还不被处理吗？那各种同情和这个愤懑啊、愤慨啊，都迅速积累，文章阅读量猛涨，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武汉大学呢，当天就感受到了舆情的压力，火速宣布啊，成立专项工作组彻查此事。同一时间，肖明涛母子也没闲着，他们当天晚上跑去派出所报案啊，派出所报案了，那称自己被诽谤了啊。那只不过当时舆论呢一边倒啊，大多数人都是愿意相信这个杨景元的话。好，10月13号呢，在网络曝光仅仅2天之后啊，武汉大学党委学工部就发布了一纸处理通报，对2022级本科生肖某某啊给予记过处分。通报里没有明确描述肖明涛到底干啥了啊，只说他在图书馆北门走廊存在不雅行为，有损大学生形象，造成不良影响，并且通报通篇并未出现性骚扰3个字啊。那这个校方表态啊，对于违规违纪这个行为零容忍啊，一经查实绝不姑息，但是又模棱两可的说，这个查实没有说查实了什么啊。那不少人呢，这个没有细想这些措辞啊，看到学校都处分了男生，就认定这个男生啊也确实存在不轨行为。那学校记过啊，这不是小事啊，相当于在大里面记了一笔大过，对肖明涛的学业前途都泼了一盆冷水。那这份通报一出啊，网友就拍手称快，说武大出手了，就该零容忍。杨景元呢也稍微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个只是整个事件高潮的这个开始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男生境遇啊，遭遇全面网暴，心理几乎崩溃。那校方处分公布以后啊，肖明涛瞬间被推上了舆论的火刑架。尽管通报里面没有公开姓名，但是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已经传遍网络。有心人通过杨景元曝光的细节，很快就人肉出了肖明涛的身份等个人信息，网上开始疯传他的各种开盒信息、家庭背景、个人照片、社交账号，全给扒了出来。不少激愤的网友啊，跑到他的朋友圈和微博下开骂，一个19岁的大学生顿时成了过街老鼠。更有甚者啊，就开始对他的家人展开攻击，造谣他这个爷爷爬灰、母子乱伦啊，这种不堪入目的内容都有啊。那么肖明涛一家呢，在网络暴力中苦苦煎熬。据他母亲后来透露啊，肖明涛在10月17号被诊断为应激性应激反应啊，整个人吓到不行啊，晚上得靠药物入睡，闭眼就是这个图书馆那一幕的噩梦。之后几个月，他情况越来越糟啊，到12月呢就被确诊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就 PTSD。那被评价呢有这个80%自残或者自杀的风险。那他妈妈说啊，那阵子孩子白天一言不发，晚上这睡不着觉啊，还老想不通，甚至要去跳楼啊，我们死命给他拖住。更令人唏嘘的是，家里的长辈也无辜遭殃啊！这个肖明涛的爷爷啊，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啊，看到网上对孙子那些辱骂，气得当场晕厥，半年后不幸去世啊！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说这个不是真的，因为他早就进 ICU 了啊。那么这个怎么说呢？还有说这个外公在听到消息的时候晕倒成了植物人等等啊。可以说这场风波啊，几乎把肖家搞得这个鸡飞狗跳，家破人亡。那校园里面啊，肖明涛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啊！由于名声受损呢，他在同学中被孤立、辱骂，甚至没有办法正常去上课啊！许多课程考试不得不延期，原本计划争取保研或者出国深造的打算也泡了汤。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让他抬不起头。据说他还一度做出过这个割腕自残的过激举动啊！那么家里只好安排亲友24小时轮班看护他，生怕他哪一天就是想不开啊再出事儿。那么当时的这个网络舆论啊，几乎是一边倒的指责肖明涛啊。那杨景元呢，则被不少人视作勇敢曝光色狼的正义女生，得到了一边倒的这个力挺啊。那对于肖家的遭遇呢，大多数网友并不知情，那个别人即使听说了也不以为然，甚至觉得这活该，谁让他干那个龌龊的事儿啊？那段时间啊，肖明涛可谓是身心俱疲，万念俱灰啊。好，但接下来呢，这个男生这边呢就开始反击了啊！这个湿疹的真相曝光，隔空性骚扰还是误会的。那正当这个舆论一边倒的谴责肖明涛的时候呢，那剧情呢出现了反转的苗头啊！这个肖明涛一家当然不甘心背负色狼的骂名，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自证清白。那2024年2月呢，肖明涛的母亲站出来接受了采访，公开了一系列的证据。他拿出了儿子多年来的就诊记录，证明肖明涛从小患有这个特应性皮炎，也就是具体症状是湿疹啊。那么7月11号，事发当天正值酷暑，肖明涛大腿根部的湿疹复发，隔着衣服在抓痒，根本没有进行不雅的性行为。那肖明涛呢，这个母亲呢，提供了2021至2023年多份医院的病历啊，这记录显示呢，肖明涛的大腿跟腿部包括眼部等等，都反复出现过湿疹，需要药膏的治疗。
而巧的是，就在7月11号的中午，肖的母亲还因为儿子说湿疹又痒，还委托朋友帮忙买了一支治疗皮疹的药膏，有微信聊天记录和购药发票为证。这些证据指向一个可能性：杨景元在图书馆看到的并不是肖某的所谓下流行为，而是他真的在抓痒、抓湿疹啊。那肖明涛的妈妈还还原当日的场景说，孩子全程都是懵的，甚至不知道他说拍了是指拍了什么。为了避免在图书馆闹出很大的动静，孩子才写了道歉信。据他说啊，自己从小教育儿子，遇事不要正面冲突，能息事宁人就息事宁人。所以呢，肖明涛呢，当时才选择了听从对方的写信认错。那在校方的内部调查的时候呢，其实也多次暗示肖家可以排除这个性骚扰，不然通报里早就直接写性骚扰了。那记过处分呢，其实就当是为了平息舆情搞的应急处理。换句话说呢，肖家认为武大当初也是顶不住网络的压力，先处分再说并没有真正认明，也没有这个认怂说这个肖明涛真的实施了这个性骚扰。那这一系列反击信息一流出就引起了巨大的热议这个一时间网络上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声音。一边是支持肖明涛的人大呼冤枉，这是被误会的，这是湿疹直指杨景元诬告陷害。而另一边呢，站在杨景元这边呢，质疑肖家在找借口洗白，甚至怀疑校方所谓无法证明性骚扰也是偏袒男方的表现。那支持杨景元的人认为呢，视频那个动作看着就很猥琐，不像单纯挠痒痒，而且当场对质，男生也写了认错的道歉信，这么多实锤，最后怎么就说是不成立呢？甚至有人脑补出男方家里找关系平事儿的这个剧情，怀疑肖家背后有权有势一时间呢，原本清晰的这个正义邪恶的立场也变得这个扑朔迷离了。好，然后呢，最后这个接下来就要对簿公堂了那么性骚扰这个诉讼就拉开了序幕。杨景元呢，当然并不满足于校方这个给的那份叫记过的处分他认为这个肖明涛的行为对自己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一定要讨个公道。于是呢，24年6月份杨景元一纸诉状把肖明涛告上了法庭，以民事纠纷的这个形式起诉这个他性骚扰他的诉求包括要求肖明涛在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连续刊登道歉声明15天，内容需要法院审核通过，以及这个要这个赔偿这个精神抚慰金5000元那么很明显，杨景元是通过这个法律途径要给肖明涛按下性骚扰的这个画押盖章要让他公开丢脸，经济赔偿。案件呢由武汉这个经济开发区的人民法院受理期间还2次不公开的进行了开庭审理，法庭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杨景元拿出了自己的5段视频和2段录音证据，强调肖明涛当日明知在公共场所还做出下流动作，持续不断，非常明显。他坚持认为就是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冒犯侮辱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应该认定为性骚扰。那肖明涛一方呢，则极力否认有任何这个猥亵的这个意图，反复强调只是皮肤痒抓了一下。他的律师当庭出示了那天他妈妈委托购药的聊天记录和发票，以及之前提到的历年的病例，还有医学专家出具的鉴定，证明肖某那些动作高度符合皮炎瘙痒的表现，甚至有5位皮肤科的专家联合签字背书。从动作幅度看，更像是抓痒而不是自慰那么肖家还这个请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这个肖明涛在网暴后患上了重度心理疾病，生活学业尽毁。一边是女生义愤填膺的指控隔空性骚扰，一边是男生这个奋力举证这个隔衣抓痒。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就等待法院来评判了。好，那么2025年的这个7月25日呢，万众瞩目的这个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那么这个法院呢驳回了杨景元的全部诉讼请求，通俗点说呢，就是判定肖明涛的行为不构成性骚扰。那法院认为呢这个性骚扰必须要看行为是否有这个针对特定人的性暗示或者性挑逗的这个性质。那根据审理查明的情况，肖明涛当时的动作不能认定为自慰，有隔衣抓痒的高度可能性。那事发场所是公开自习区域，周围还有人员走动，两人在2小时里互不搭话，中途两人都离开座位又返回，并无证据显示肖明涛是冲着杨景元在故意挑逗。因此法院认定并未实施针对杨景元的带有明确性含义的骚扰行为，杨景元的指控证据不足，不予支持。那这个结果一公布，等于给肖明涛正式洗清了性骚扰的嫌疑同时呢，也让这个杨景元陷入了一个诬告的舆论漩涡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由于案件性质敏感一审采取了不公开审理的形式。那判决出来前呢，这个网上对结果各种猜测都有。那当真正的判决消息传来的时候，整个事件的舆论场再次被引爆，这回呢是大反转
好，那这个判决的后续效应啊，舆论的大反转与互撕反而是升级了啊。那么一审判决呢，驳回了性骚扰指控的消息传开以后，网友就炸了锅啊。沉默已久的支持肖明涛一方，这一下就扬眉吐气了啊。正义终于来到啊！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啊！刷满屏啊！有网友激动的评论说，支持法院的判决，冤案昭雪，甚至直接跑到杨景元的社交账号留言质问他：你会道歉吗？而另一边呢，依然力挺杨景元的人则愤怒质疑，判决不代表真相，虽然败诉了，但改不了事实。还有人阴谋论称此案被操控了，认定一定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在干预。那双方网友在评论区互相攻击，支持判决的被骂成水军，质疑判决的被顶上阴谋论的帽子。那一时间呢，社交媒体上吵成一片啊，舆论就非常极化啊，撕裂成两极了。那这起关于性骚扰的纠纷呢，演变成了更大规模的网络骂战和价值观的对立。那各路媒体啊、大 V 啊也纷纷加入了讨论啊。有评论感慨，这场闹剧没有赢家，男女双方都被网暴拖下水了。的确啊，这杨景元这边啊，同样也没有好日子过啊。那随着法院判决一出，他立马从受害勇士变成了恶意诬告的对象，大量网民啊跑到过往的社交平台账号上破口大骂。各种难听的话轮番上阵，说他是为了出名不择手段、心理变态等等。有人翻出他之前发文称一审输了也不觉得错这个话，讽刺他死不认错。不少人喊话要法律追究杨景元的诬告行为。总之，这个判决过后，网络风向骤然变化，杨景元从最初的同情就是背书加持，瞬间跌落谷底啊，跌落谷底。那么网络有一个红网的舆情中心啊，他统计说，判决1周内5大图书馆性骚扰事件迅速成为全国讨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相关的网络帖子达到了16万帖啊，那么阅读量累计超过6400万次，可见此事的影响之广，讨论之激烈啊，远远超出了校园事件本身，变成了一场舆论狂欢和对决啊，这里面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各种东西啊，还有说。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 P 图啊，不能查证啊。说杨景元的很多发文啊，都是一些很露骨的发文啊，说想跟男生睡觉啊之类的，对吧？帅哥要和他 do 啊，对吧？反正网上的这种各种花边的这种东西已经满天飞了，无法辨别真假啊。那么女生发声呢，其实惹了众怒啊，她是炫耀独博，挑衅男生。那就在舆论热火朝天的时候呢。杨景元本人没有沉默太久啊，7月27号左右，一个被指认为杨景元的小号在多个平台社交平台发声啊，那么这次他的语气让人大跌眼镜，非但没有一点败诉后的收敛，反而显得相当高调。他先是在朋友圈炫耀说我已经通过司法考试了啊，之后还会继续美美的来读博啊，那接着又阴阳怪气的来了一句，希望他啊，这是指肖同学啊，能够顺利从业，但我想会很难吧。啊，那更夸张的是，他扬言啊，无论肖明涛以后申请到哪所学校读书，他都会把证据材料投递过去，举报到底。言下之意就是，你以后的路啊，我见一次赌一次啊，就跟你杠上了啊，我就是让你一辈子不好过。那这番近乎挑衅式的表态啊，近乎挑衅式的表态啊，瞬间呢就点燃了公众的怒火。那网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姑娘不仅不认错，还在这嘚瑟啊！许多人都觉得这是在败诉以后沾沾自喜，毫无悔意，甚至要赶尽杀绝肖明涛的人生和前途。那微博呀、贴吧、豆瓣等平台上骂声一片啊！输了官司还这么狂，脸呢？心疼这位男生啊，这女的太狠了。那杨景元炫耀读博的对象也很快被人肉出来，原来他已经拿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录取通知，将于今年赴香港读博士。这下好，网友有了2个新目标啊！一场万人联名请愿浸会大学开除杨景元的行动迅速展开。愤怒的网友啊，跑到浸会大学的微博、微信、小红书、Facebook、X、推特等官方账号下疯狂留言，大家控诉啊，说这个女生败诉了还洋洋得意啊，挑衅然后品行败坏，请大家浸会大学不要收这种人。有留言直接呼吁啊，说开除诬告分子杨某某，还有人贴出了浸会大学的投诉邮箱，号召大家一起写举报信啊。那一时间啊，浸会大学的社媒账户几乎被愤怒的网友攻陷，那大量刷屏要求学校表态。有网友愤怒质问：用网络霸凌无辜的人，这样没道德的人也配读你们学校吗？那贵校学生作为如此影响声誉，请不要让他为所欲为啊！甚至直接说杨景元啊是造谣犯啊！请问造谣犯杨景元你们怎么处理？场面一度相当火爆。
那清华大学很快注意到这场跨境网络风波。7月28号啊，清华大学通过媒体回应称，学校一贯有明确的招生政策和行为准则，对于任何违反守则的成员会按既定的纪律处理，但不对个别个案发表评论。这一回应呢不痛不痒啊，既没有证实杨景元是否确实入学，也没有说会不会处分。不过话里话外呢也表明，如果杨景元日后在学校被认定违纪，清大不会护短啊。那么网友呢对这番回应并不买账啊，依然是留言区这个刷着这个最好开除等等要求。杨景元读博一事呢，最终会如何发展啊？目前尚没有结论啊。但这波高调的炫耀，无疑让他自己的形象再度跌入谷底。那很多路人呢，本来对他还有一丝同情啊，这下就变成精彩了。这人真的有点狠啊，这纯粹是吃瓜的心态啊。好，最后呢，这个大料啊，高潮来了，网络爆料论文漏洞百出，背景扑朔迷离。那这个随着这个事件呢继续发酵呢，网友呢就开始彻底扒开杨景元，将他的历史翻了一个底朝天啊。引起最多讨论就是他的硕士毕业论文，有人把杨景元那篇题为中国和印度生育行为影响家庭暴力的经济学分析这篇论文翻出来细读，发现漏洞百出，简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文中居然多次引用了大陆根本不存在的这个中国大陆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离婚法的法律，中国只有婚姻法，而且已经并入了民法典，压根儿没有什么离婚法。他却一本正经的把它当作法律依据写进了论文啊。还有他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份写成了1049年啊，把这个中共政权啊见证啊这个提前了1000年啊。如此低级的错误还有很多啊，论文里面遍布了错别字和前后矛盾的表述。那网友总结说，仿佛用机器翻译又自己乱改数据拼凑的，怀疑他是不是用 AI 代写或者是抄袭拼凑，甚至有人指出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啊，比如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报告中的年份从2021年改成2018年，然后可能是为了配合他自己的论点。还有这统计计算啊，有很多的硬伤啊。然后这个论文里面出现了2.1加3.2等于5.4这种离谱的算术啊，以及措辞上莫名其妙的短语啊，僚女数量啊，是什么意思？完全听不懂。总之，在大家火眼金睛的审视下呀，这个杨景元的硕士论文被批得一塌糊涂。最尴尬的，这篇论文当年居然还被评为优秀论文，这让网友不禁质疑武汉大学的学术审核，这么水的论文都能过，武大这是睁眼瞎吗？一时间呢，关于杨景元学术不端的这个质疑四起啊。那武大校方也注意到这点压力，赶紧表态啊，说已经对杨某某的学位论文啊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复核，会根据事实依法处理。看样子，如果论文属实啊，这个杨景元的硕士学位应该是不保了。那除了论文门啊，网络上关于杨景元的家庭背景也是传闻满天飞啊。有人好奇，一个普通的研二女生哪来的底气把事儿闹这么大啊？甚至还敢在判决后公开叫板学校、法院，这不禁让一些网友怀疑她后台是不是很硬啊？那这个一时间不少这个各种小道消息就传出来了啊，传闻说她家里在当地也很有背景，所以武大到现在都对她网开一面不处分啊，有所忌惮啊，这个应该有点这个难度啊，因为她这个并不是武汉人。那还有人脑洞大开啊，把武汉大学一位知名的院士舒某啊扯了进来，说他是杨景元的亲戚，甚至谣传是他的舅舅。这位院士赶紧这个亲自发声澄清，我不是杨景元的舅舅，我们全家都没有一个姓杨的啊。这网友吃瓜是吃过了啊，闹出了一出大乌龙。那另一边呢，也有人猜测肖明涛这个家境不一般，比如说爷爷是某央企的高管退休啊。不过热心网友考证呢，这位同姓的这个老领导啊，早在2005年就退休了，肖明涛2004年才出生呢，他不太可能攀上什么硬的关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这些官员一退休就没人理了。所以呢，男方家长关后台啊，这种说法也是缺乏依据的啊，更像是大家的猜测。那更劲爆的这个传闻呢，则直接把这个杨景元的这个人品啊推向了黑化。有网帖爆料称，这个杨景元在案件审理期间，为了逼法官站在自己这边啊，那多次以自杀威胁啊主审法官，说他给法官发恐吓信息，放话说，如果判我败诉，我就从这儿跳楼啊！这种做法要是真有其事，就涉嫌妨碍司法公正，是违法行为啊。那不过目前呢，此类传闻呢都没有得到证实，听起来更像是网友根据他这个判决后的言行进行的脑补。但不得不说啊，这些传闻在舆论场上还是加深了大家对于杨景元的这个负面观感啊，把他形象一下子啊就从勇敢的姐姐啊这个妖魔化成了这个心机女孩啊，恶毒的网暴者。更有消息称，有位自媒体博主啊，因为曝光杨景元论文的问题，半夜被警方上门喝茶，要求删帖，疑似受到了某种压力。
那这一度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人惊呼啊，难道真有什么神秘的势力啊在保他？他为什么胆子这么大，这么嚣张，对吧？不过很快有媒体澄清啊，这是谣言。但是呢，这场传言本身就反映了大众心理的微妙变化，许多人开始相信杨应元背后有人，不然没法解释各种反常现象啊。直到8月1号，武汉大学啊，这个终于发布通报，表示尊重法院判决，并成立专班复核处分和学位的问题，大家才稍微放心，觉得这个学校方面总算对这事儿有所交代啊。还有人啊，这个最后给大家一个梗啊，很好笑啊，调侃啊，武大之前为了息事宁人胡乱记过，现在闹大了啊，这闹大了以后呢，被称为乌汉大学。污蔑汉子大学啊，就是诬告男生大学。这个乌汉大学这个校名的谐音梗啊，在网上流传，可把武大也整破防了。哎呀，这个吃瓜吃完了啊！那看到这里的都是真爱啊！欢迎大家点击小铃铛啊，订阅，然后呢不会错过每天的节目。每天东八区中午12点，日本、韩国下午1点啊，这个澳洲下午3点，新西兰下午5点。我们录的地方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啊，冬令时晚上8点。然后呢，美国东部和欧洲的朋友呢，可以每天早上起来看。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啊，一刀会啊，每月1美元可以带你看更多有价值的付费视频，基本也是每天更新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这个苹果应用商店搜索真朋友啊，安卓的这个 Play Store 搜索 Very Real App。那我们的 APP 呢，提供完全匿名注册啊，不关联手机号、邮箱等任何信息，言论自由啊。欢迎大家在近2万人的这个 DAO 大群参与节目讨论啊，在真友圈这个自由的朋友圈给节目投稿，还有事实查证的功能，可以点一下，这是真的吗？好的，那我们明天再会。